不要相信猪八戒的话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高老庄，孙悟空是假的。如果发现他长出6个耳朵，赶紧远离，绝对不能跟他对视。当唐僧说出话源时，请赶快砍下身上的血肉，放到钵盂里，不要犹豫。夜幕降临时，白龙马身上会长出脓包，切勿触碰到它的皮肤。找到真经，那是破解一切的关键。从昏迷中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陌生的世界，脖子处传来冰冷坚硬之感，低头一看，我瞬间血液凝固，脖子上挂着一串项链，由9颗阴森诡异的人头骷髅串成，每个骷髅都神情扭曲，仿佛死前见到极可怕之事。我吓了一跳，忙抓住项链想摘下，可不管我怎么用力，项链就是牢牢挂在脖子上，像与皮肤融为一体，怎么都弄不下来。正打算放弃时，项链突然动了，下方一颗人头骷髅开口说话：欢迎来到西游世界，世界已被诡异入侵，唐僧师徒同样已经变异，若想活命，请遵守以下规则：不要被任何人发现你的真实身份，不得拒绝2位师兄的请求。西行路上并没有妖这种东西，你所见到的妖都不是真的。无论任何时间，你永远都不能放下肩上挑的担子，但不要去探究里面装着什么。抵达灵山之前，世界上只存在一位佛。骷髅说完就没声了。我也搞清状况，我好像成了沙僧，这里是不一样的西游世界。正想着，身后传来悠悠声音：悟净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我慌忙应一声，顺着声音找去。走了几十步才找到地方，一个高大僧人骑在白马上，2个面目可怖的人站在旁边，一个猪头人身，身体臃肿，肉像小山般堆积，一跑眼看就要被撑破；一个身材矮小，浑身猴毛，嘴里嚼着东西，暗红色鲜血从嘴里渗出。他对我说：沙师弟，你去前方探路咋用这么久？是不是有妖怪？我赶紧摇头说：大师兄，前方很平坦，没问题。他点点头，对师傅说：师傅，那4个菩萨说前方有仙人过寿，有棵人参果树，果子能生死人肉白骨，咱要不要去看看？我默默听着，想到这应该是4圣试禅心后要去镇元大仙府邸那一回。我看向唐僧，他坐在马上沉默片刻，缓缓点头，然后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：悟空，那4位菩萨可是处理干净了？啥叫处理干净？我心里一紧，余光瞥见猴子嘴里的东西，模糊的血色肉块被他嚼着，一个细长肉色物体若隐若现，骨节分明，肉色剔透，那是一截手指。猴子咽下去说：处理干净了。模糊的血色肉块被他嚼着，一个细长肉色物体若隐若现，骨节分明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藏在僧袍下的手微微发抖。菩萨去哪了？为啥唐僧这么问？大师兄吃的啥？一个可怕的真相在我脑海浮现。我摇头，强迫自己不想。天庭神仙呢？他们咋样了？西行路上孙悟空不是总找神仙帮忙吗？要是神仙知道这里的异状，能来救吗？我不知道答案，也没办法联系他们。我看着前面的大师兄，开始打量他。他和原著孙悟空外形差不多，就是腰间多了些兵器，几把碎裂的刀刃挂在腰间，随着他走路当当响。我看清其中一把刀，3尖2刃刀，这不是二郎神的兵器吗？我没忍住说：大师兄，你身上咋挂着二郎神的兵器？天庭其他神仙的兵器你也有吗？猴子脚步一顿，转身看我。师傅和2师兄也停下来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我呆住，意识到自己鲁莽了。猴子挠挠头，奇怪地说：沙师弟，你说啥呢？哪有什么天庭？那些神仙不是被我们吃干净了吗？你咋连这都忘了？说完，他缓缓眯起双眼。你到底是不是沙师弟？规则第1条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的真实身份。猴子一步步逼近我，说道：从刚才回来你就神色慌张，看我的眼神像看陌生人，莫非你不是沙师弟，是妖怪冒充的？话音刚落，他胳膊迅速蠕动，皮肉外翻，下方密密麻麻的血管浮起，凝成一根血红色棍棒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吓得6神无主，形势危急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用平淡语气说：大师兄，我就是悟净啊，你肯定能看出我的身份。我确认过，这身体除了4维是我的，其他都和沙僧一样，所以我打赌自己是魂穿，这身体绝对是沙僧的身体，我就是真正的沙悟净。猴子没因我的话放松警惕，一步步走来，耳旁浮现2团肉团，接着肉团开始成型，一只耳朵的模样渐渐出现。我大惊失色，想起那条规则，孙悟空是假的，如果发现他长出6个耳朵，请迅速远离，不要与他对视。他的6只耳朵即将成型，我可能下一秒就会死。我害怕的闭上眼睛。突然另一个声音传来：大师兄，他就是沙师弟。我睁开眼，只见猪八戒把手放在猴子肩膀上，
说他身上没妖怪气息，你的火眼金睛肯定能看出来。可能煞师弟走久了累了，说胡话呢。猴子耳旁的肉团渐渐停止生长，随后彻底消失。他手里的棍棒解体变形，化为血肉融入手臂。确实是我多想了。唐僧骑在马上，淡淡的说：悟净，我们在这里休整一番吧。我赶紧低下头，应道：好。休息片刻后，猪八戒提出要去前方探路，和我一起。得了唐僧应允，他拉着我迅速离开。离唐僧很远后，猪八戒放开我的手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踮起脚往后看，确认身后无人，他一屁股坐下。我被他这一系列行为搞得不知所措，小心翼翼问道：二师兄，你这么着急带我出来干啥？猪八戒摆摆手，气喘吁吁地说：终于远离那两个怪物了，这个世界太吓人了。我敏锐地捕捉到他话里的信息，远离这个世界。二师兄，你这话啥意思？我压下心里的激动问。猪八戒抬头看我一眼，突然说：你不是沙师弟吧？我一愣，没承认也没否认。他淡淡的开口：虽然你的气息是沙师弟的，身体也和他毫无区别，但我总觉得你不是他。我的心咯噔一下。见我不说话，猪八戒喋喋不休道：不知道啥时候开始，这三界不一样了。大师兄某天突然性情大变，师傅也反常，一切都像被啥东西入侵了一样，仙人全消失，诸佛也不见了。我找过菩萨了，观音菩萨说他有办法解救我们，现在你赶紧把这担子放下，跟我回高老庄，菩萨在那等着我们。只不过菩萨说必须要带着另一个没被入侵的人，所以我要确认一下。他顿了一会，站起身来，他直直盯向我的双眼，说：你到底是不是沙师弟？我刚想回答，一条规则瞬间被我想起，一句话如惊雷划过心头：不要相信猪八戒的话，世界上不存在高老庄。一瞬间，冷汗从我背后冒出来，我的心砰砰直跳，一步步向后退去。我面前，猪八戒眼底流露出近乎疯狂的渴望。快说，你到底是不是沙师弟？快说，快说啊！我摇了摇头，说：二师兄，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师傅只是让我们来探路，现在确认前方没妖怪，我们得回去。说完，我作势欲走，眼睛悄悄看向他。猪八戒先是一愣，随后慢慢扯起嘴角皮肉，露出古怪难看的笑容。俺老猪和你开玩笑呢，我们回去吧。他跟在我身后，仿佛啥也没发生一样，默默走着。但我分明从他刚才的眼神里看到了失望。他在失望啥？难道是因为我没违反规则？他知道规则？我感到不寒而栗。真相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如果四圣试禅心的几位菩萨真如我猜想那般下场，那观音菩萨早已消失了。想到这，我对猪八戒的警惕更上一层。回到原地后，我和师傅禀报前方情况。师傅摸了摸肚子，指向前方说：好，那我们接着走。一路无话，我们很快走到一处地界，面前有一座接天连地的高山挡住去路，一阵阵黑色雾气从山脚弥漫到山巅，让人感到微微不适。看到这山，我一时间怔在原地。万寿山，按照原著，这座山就是万寿山，山上有五庄观，观里有人参果树，树上人参果万年一结，吃下可与天地同寿。原著里，万寿山高山峻极，大势峥嵘，根接昆仑脉，顶摩霄汉中，大有仙山之意。但现在我面前的万寿山并非如此，无穷无尽的黑色雾气笼罩一切，淡淡的腥臭味从山上传来，让我胃里一阵翻腾。这味道不是自然的味道，更像尸体堆积太多后腐烂的味道。可除了我，唐僧他们好像都没受任何影响般径直走上前去，我只好跟上他们的脚步。一刻钟后，一座道观从黑雾中浮现出来，我抬起头，道观上方的牌匾印着3个大字：生尸观。我一时间愣住，生尸观？不对啊，这里应该是镇元大仙的五庄观，咋叫这个名？我不死心揉揉眼睛再看，果然原本印着生尸观的牌匾变成了五庄观。我头皮发麻，索性低下头不看了。唐僧带我们进五庄观后，我看见2个童子一前一后走来，恶臭味从他们身上传来，脸上细密碎裂的脸皮垂落，与皮下血肉分开，身上没一块好肉，腐烂肉块外翻，蛆虫在里面蠕动。他们麻木地说：欢迎诸位来我家主人寿宴，今晚子时，我们邀请各位参加主人宴席，共同祝贺他获得新生，届时我们会分享观里的人参果。说完，一个童子领唐僧去休息处，我们留在原地休整。我紧紧牵着白龙马缰绳拴在一旁，同时我开始琢磨童子的话，他们口中的主人应该是地仙之祖镇元子，比肩3清的人物，要是他没诡辩，那肯定值得信赖。可另一方面，他们说的新生让我不舒服，
寿宴选在子时更奇怪，子时是夜，谁会在黑夜开寿宴呢？想不出结果，我只能在院子里等寿宴开始。时间慢慢过去，终于夜幕降临，童子带我们去人参园参加镇元子寿宴。猴子和猪八戒坐下后，我也找地方坐，四下看却没见到唐僧。我扭头看桌上，一杯浑浊黏腻的水和一只造型怪异的果子摆在那。我拿起水闻闻，一股淡淡的腥臭味，这味道熟悉，可我想不起来。绞尽脑汁想，终于找到和这杯水一样的东西。这不是水，是孕妇怀孕后的羊水。我手一抖，差点把杯子摔了。见我这样，童子解释，各位宾客可以先饮水解渴。此水取自女儿国的子母河水，和人参果一样功效。子母河水？咋可能？女儿国是很久以后师徒几人才会经历的，咋会在这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童子突然跑向门口大喊，有请贵客光临。所有人目光都聚焦在门口，我才想起镇元子与天地同寿，能来他宴席的肯定都是有头有脸的神仙，要是他们发现孙悟空和猪八戒异常，我说不定能获救。想到这，我满怀期待看向门口，大门缓缓推开，走进3个人影。看清他们脸后，我瞬间呆住。3人穿着道袍，自顾自找地方坐下。他们身体是人类的，但脑袋上分别顶着虎、鹿、羊的头颅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无数事情要把我脑袋炸开。这3人不是车迟国的妖怪吗？咋会在这？为啥能来镇元子寿宴？形势混乱，真相更扑朔迷离。3人入座后，童子站在主位，麻木地说：“宴会正式开始，请各位品尝人参果。”童子脸上扯起阴冷的笑，虫子从他脸上落下。吃掉人参果，可长生不死。他话音刚落，宴席上就响起此起彼伏的吞噬声。车迟国3人吃下人参果后，肚子肉眼可见地高高隆起，隐约能看到东西在动。接着3人眼眶里渗出鲜血，我毛骨悚然，刚想起身离开，猪八戒突然叫住我：“沙师弟，这人参果甘甜美味，你不吃太可惜了，你把人参果吃掉吧。”我慌忙摆手回道：“二师兄，拒绝的话到嘴边说不出来。”我突然感到一股无法抵抗的力量控制我的身体，我的手不受控制的拿起人参果，嘴巴慢慢张开。我这才想起那条规则，不得拒绝2位师兄的请求。我的心狂跳不止，脑海里疯狂重复那条规则，不得拒绝2位师兄的请求，不得拒绝2位师兄的请求。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手上动作不停，眼看人参果下1秒就要被我吞进肚子。我绝望地闭上双眼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规则，规则！电光石火间，我猛地睁开双眼。破解规则的办法在规则里。我用尽浑身力气，对着孙悟空的位置大喊：“大师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！”宴席上所有人一惊。孙悟空瞪大双眼，僵硬地扭头看我，似乎在理解我说的话。我赶紧快速补充：“大师兄，你没发现后进来这3个人是妖怪吗？他们混入人参园，目的是抓走师傅吃掉。不仅如此，师傅进武装观后就没出现过，师傅不见了。”孙悟空机械地站起身，死死盯向车迟国3人。最后他手上浮现血红棍棒，一棍砸碎中间的桌子。“别吃了，沙师弟，你看好行李，我要去救师傅。”他挥舞棍子，无数棍影砸向车迟国3人。我感到身上那股束缚消失了，我大口喘气，劫后余生的感觉涌上心头。规则里我不能拒绝2位师兄的请求，就算找理由推脱也算是拒绝，所以猪八戒让我吃人参果时，我没法抗拒，只能照做。唯一破解之法是出现新的请求，覆盖原有请求，这样我才能活命。这段时间我发现这些人虽有异变，但仍遵循西游记最基本的设定。原著里我说师傅被抓走，孙悟空会行动，带着猪八戒打妖怪，留下沙僧看行李。看行李也是孙悟空对我的请求，覆盖了猪八戒的请求，我就能脱身。看行李和规则中不能放下肩上的担子重合，所以我不会有危险。要是我真的吃下人参果，恐怕瞬间就会被同化成那些怪物。我抬起头，孙悟空的攻击如狂风暴雨落在3人身上。奇怪的是，不管他们受多重的伤，始终不还手。终于最后一下攻击落下，3人被打得血肉模糊，成了一滩肉泥。孙悟空抓起猪八戒朝武装观深处飞去。宴席上只剩我一人。嘻嘻嘻嘻。突然我身后传来几声尖锐的嬉笑，我猛地回头，发现是2个童子看着我。其中一个童子嘴巴裂到后耳根，五官揉在一起，发出瘆人的嗓音：“你以为这样就能活吗？”我眉头紧皱，警惕地看着他。2个童子而已，就算用杀无尽的身体我也不怕，可他们的话啥意思呢？我默默往后退，见我退，
童子也不阻拦。他们走到车迟国三人化成肉泥的地方，站定后互相掐住脖子，把头颅生生扯下来。我遍体生寒，赶紧朝门口跑去。离开这，我一定要离开。那扇门近在咫尺，下一秒我就能出去。可惜，砰！大门关了。我停下脚步，僵硬的回头。童子的头颅放在地上，嘴巴一张一合，说话了：嘻嘻，沙悟净，你记性真差。规则至高无上，能杀一切，没人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。违反规则会死，遵守规则也会死。你以为遵守规则活下来了，可你是不是忘了还有一条规则？西行路上没妖，见到的妖都不是真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叫孙悟空打杀的车迟国三妖是啥东西？我心头巨震，一股冷意直冲脑门。童子的头颅渐渐化为一滩血水，留下最后一句话：他们是养分，都是镇元子的养分。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。童子的头颅彻底变成血水，和地上的血肉融合，眨眼间重组为虎力大仙的模样。虎力大仙不理我，沙哑的开口：雨求雨。说完，身体炸开。与此同时，一场血雨从天上落下来，无数滴猩红的血液落在地上，很快渗入土里。地底响起微弱的呐喃声，接着一声声嘈杂混乱的低语出现在整座关羽里，无数只惨白的手从地底伸出来，最后呈现出树的形状。人参果树。我生硬的运转法力飞到空中，下方一棵巨树缓缓出现。我看清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说是树，其实根本不是树。人参果树的树枝是无数人的胳膊组成，所有胳膊扭曲诡异地紧紧贴合在一起，变成了树枝。这是一棵人树，死士的四肢被切割下来，缠到一起构成树枝。树上的叶子全是红色，仔细看，全是人的舌头。树上结着的人参果，全是被横穿身体的死婴。无数张人连掌在树干处，一个浑身血液流干，宛如干尸的人牢牢镶嵌在树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很快猜到那人身份，这就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镇元大仙。所谓的新生，就是要吃掉所有人。牌匾上的生尸官说的也是他，他这模样和活着的尸体没区别。他眼球极力突出，瞬间锁定我的位置。我惨笑一声，感到浑身无力，似乎是因为我叫大师兄打杀了车迟国三妖，违反了这里的剧情，所以造成镇元子复苏。违背规则必死，遵守规则吃人参果也会死，逃避规则也会死。这世界没给我一条活路。镇元子凄厉大叫，树上的人脸和死婴一起嘶吼：留下来，留下来！说完，铺天盖地的惨白肢体朝我袭来，眨眼间遮蔽整片天空。这一击要是落在我身上，我就会成为人参果树上一张新的人脸。靠我自己，绝不可能从镇元子手下逃走。眼下是必死之局。我深呼一口气，童子死前的话一遍遍重现：规则至高无上，能杀一切。无数死亡气息包裹我，我却突然福至心灵。那一刻，我找到了破解之法。我抬头看天，还是黑夜，我的信心更足。然后我瞄准武装观的某个位置，急速飞去。身后密密麻麻的肢体穷追不舍。童子的声音从其中一只胳膊上传来：西西，留在这里吧，你不可能逃得开，没人能从规则之下离开。我不理他，赶紧飞向一处。我不断搜索，最后眼前一亮，找到了。我飞速奔去，身后的肢体离我越来越近，下一秒就要刺穿我的头颅。而下方武装观内，一匹白马拴在院内。白龙马！此刻白龙马身上长出密密麻麻的脓包，每个脓包下面仿佛藏着什么生物。肢体即将碰到我的一瞬间，我闪身躲在白龙马身后。那肢体看到白龙马后迅速调转方向，但已经来不及全部避开了。大部分肢体避开了白龙马的身体，但仍有一部分落在他身上。天地一片寂静，然后整棵人参果树的人脸上开始长出密密麻麻的脓包，那些脓包很快幻化成黑色的蠕虫，眨眼之间人参果树就被啃食干净了。我害怕的躲在一侧，那些蠕虫纷纷回到白龙马身上。直到此刻，武装观的怪物才终于全部消失。我挑着担子，用尽浑身力气逃离此处。孙悟空和猪八戒很可能没死，如果我想破除一切规则，就得远离他们，找到真经才能解决一切。可他们几人根本不是为了取经，我们一路西行到底为了啥？我不知道。我按照沙悟净的记忆，掐诀唤起一朵白云，踩在上面飞速离开。这西行之路，我自己走。半路上，我思索起所有规则。抵达灵山之前，世界上只存在一位佛，找到真经，那是破解一切的关键。我猜测这两条规则有联系。
猪八戒说诸佛消失是假的，那反过来诸佛应当没消失。同时抵达灵山前，世界上只存在一位佛，那这位佛在哪呢？我想只有到灵山才能知道答案。想到这，我收敛心神，向远处飞去。西行108000里路，对神仙来说几天功夫。我没贸然去灵山，而是在西行路上各处走走。贞观13年，江流儿法号唐玄奘，自东土大唐去西天取经。我第一站去大唐，金河龙王因赌局被斩，李世民梦中遭侵扰，引发后面一系列事件。到了长安，我藏在一处观察，朝堂上臣子都重复相同动作，像提线木偶被操控。唯一特殊的是李世民，他常高坐皇位，神色麻木俯瞰众生。观察第3天，我确认他没危险，与他相见。他见到我很惊讶，但还是躬声说：金身罗汉佛，您来此处有何贵干？我一愣，组织语言问：我想问问我师父当初西天取经的事。李世民也愣住，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，问：师父，你师父是谁？我很疑惑，答道：唐僧、唐玄奘、唐三藏。他像见了鬼一样看着我，小心翼翼地开口道：您说的是我那贤弟？我点点头。他长叹一口气，说：您这尊真佛怎么会认一个死人为师父呢？您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我一惊，难以置信的开口：死人？你说什么死人？西天取经14年108000里，不是唐僧一步一步走来的？李世民失笑的摇摇头，说：西天真经那不过是骗天下人的故事罢了。至于唐僧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忘了还是假的忘了。他走出门第一站就被河州卫西面双叉岭的一伙盗贼杀掉了，尸骨无存。什么？我极度惊骇，连连退却，说：那一路上99、81难的妖怪，莫非也是假的？李世民抬眼看向我，点点头：妖怪？这西行一路上哪有什么妖怪啊？西行这一路只有人没有妖。大唐境外的匪徒，乌斯王国的流寇，吐蕃的强盗，狮驼岭的叛兵，在百姓眼中，这些才是所谓的妖。真经也不是历经艰险取来的，而是你斗战胜佛，净坛使者3人从大雷音寺送来的。你们说这真经可以造福天下人，可以繁荣千万世。他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悲伤之意，说：可原来所谓的永恒繁荣，就是将时间定格在同一天，并且在未来进行无穷无尽的循环，这就叫万世昌盛。我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原来这个世界的西游真相是这样，连唐僧都没从第一难活下来。那我之前一路护送的高大僧人是谁？我压下微微发颤的手。那真经呢？只要找到真经，很可能一切都会改变。李世民看我一眼，转身说：跟我来。他带我走过大明宫、泰安宫、垂拱殿、两仪殿，最后来到太极宫。太极宫里，李世民指着一处说：真经就在那里，你可以自己去看。说完，他便起身离开。我走到他指的地方，果真看到一本经书。这本经书封面上无一字，我翻开后，一句话跃然纸上，规则之中有一句假话。一瞬间，无数信息涌入脑海，骷髅所讲的规则一句句在脑中重现。规则里有假话，哪一句是假话？我接着往后翻，下一页只写了3个字：去灵山。后面再无话语。我合上书，想通一件事，有人和我一样处在这个怪谈世界，没被感染入侵，真经已被取走，在灵山。可那人是谁？为啥不能直接说出那句假话？我抬头朝西望去，一切谜团似乎都指向灵山。看来我必须去一趟。我走出皇宫，同李世民告别后腾云飞去。一路上我不停歇，摒弃杂念，朝灵山飞去。5天后，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映入眼帘，没有想象中的千佛诵经与万佛朝宗，灵山之上只有一片死寂。走进大雷音寺，想象中的众佛不存在，大雷音寺极尽头，莲花宝座上坐着一位金光璀璨的佛陀，如来佛祖。他没死，看来那唯一的佛就是他了。我走到他身前，恭敬地行了一礼，说：佛祖，弟子想向您求取真经，以拯救众生。我预想过无数可能，想了无数回答话语，但没想到头顶上方只传来一个字：好。我猛然抬头，只见面前一个散发璀璨金光的箱子静静搁置着，我猜真经就在里面。佛祖淡淡地看着我说：真经就在此处，你打开箱子自己拿吧。我压下心中激动，小心翼翼打开箱子。打开箱子后，我眼中的惊喜之色缓缓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法言说的恐惧。箱子里面没有经书，只有一把刀，还有一个钵盂。在我对面，金光缓缓消散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出来：悟净，去帮为师化缘吧。当唐僧说出化缘时，请赶快砍下身上的血肉，放到钵盂里，不要犹豫。对面传来唐僧的声音。我抬头，佛祖果然消失，
莲花宝座上坐着高大僧人。我毫不犹豫，手起刀落，砍掉手上一块血肉，钵盂一沉。幸好我记得这条规则。可接下来的一幕出乎我意料，对面唐僧看到这一幕没停下，继续淡淡的说：“悟净，去给为师化缘。”我立刻拿起刀，又砍下一块肉。可唐僧不停，一直重复这句话。很快，我的手臂露出森森白骨。随着钵盂里的肉增多，唐僧身体肉眼可见地膨胀，快成巨大肉球。剧烈疼痛让我意识逐渐衰弱。我明白自己处境，要是想不出应对办法，我会被削成人质。我想起这条规则，不断分析每个字，可怎么想都想不到破解之法。稍微晚一秒砍肉，莫名的巨大死意就占据我心神。另一边，唐僧肉体越来越肿胀，过量皮肉向外涌出。唐僧要活活吃掉我，他利用规则，我却没法反抗。又一次割肉，我身体摇摇欲坠，仿佛下一秒就没生机。恍惚间，我看到唐僧肿胀的肉体。当唐僧说出化缘时，请赶快砍下身上的血肉，放到钵盂里，不要犹豫。规则说要砍身上血肉，可这血肉一定要砍我的吗？唐僧又开口，我握紧刀，用尽全力刺向他。吃！下一秒，他身体流出涓涓鲜血。他胡乱挥舞手臂堵伤口，可堵不住，鲜血像喷泉一样流出，洒满大雷音寺。扑通一声，他巨大身体缓缓倒地，没了声息。我大口喘气，刀无力掉落，最后我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悠悠转醒，手臂已是森森白骨。我强撑着站起身，现在只有2条规则未知。无论任何时间，你永远都不能放下肩上挑的担子，但不要去探究里面装着什么。抵达灵山之前，世界上只存在一位佛。我的肩上一直没放下担子，他和我的皮肤紧紧粘着。我从没怀疑过这条规则，因为在我认知里，沙僧就该扛着行李。可真相真是这样吗？这担子里面到底放着啥？我预感，只有打开担子，一切答案才会揭晓。规则中的谎言就是这句。我轻轻放下担子，感受四周异动。放下担子那一刻，我听到担子里有东西动了一下。我等了一会，没发现身体有变化。随后我打开担子，看到里面的东西。我瞪大双眼，一股冷意直冲脑门。担子里面放着一颗人头，一颗完整的人头。这人头戴着毗卢帽，面若冠玉，齿白如银器，唇红口四方，顶平额阔天苍满，目秀眉清地隔长。这是唐三藏？怎么又一个唐三藏？我缓缓捧起人头，没想到他也慢慢睁开双眼。他见了我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悟净。”从他口中，我听到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。我迟疑片刻，说：“你是唐三藏？”他先是一顿，又上下打量我一眼，说：“你不是悟净。”我没回答他。见我警惕，他轻叹一声，说：“要是我没猜错，如今的三界陷入不可名状的怪异了吧？”我和他保持距离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苦涩的笑一声，说：“众生是一场游戏，万物只是傀儡。我的徒弟们意识到这事，所以他们杀了我。杀了我之后，我才能真正脱离束缚，独立于六道。但他们却陷入鬼迷，完全迷失自我。悟空生生吞掉6耳猕猴，意识混乱后诞生怪物。八戒亲手毁掉高老庄，杀掉里面所有人。三界变为死地，仙佛全部发疯消失。唯一能拯救一切的办法，就是杀掉我，让我超脱一切。我猜你应该是三界之外的人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离开这里的办法。你没理由待在这里。”我虽有疑惑，但还是走上前去，把耳朵扶在他嘴边。他平淡开口，却如惊雷：“沙悟净，你违反了规则。”他张大嘴巴朝我耳朵狠狠咬下去，但我早有准备，瞬间脱身向后退去。那人头见我这反应，轻挑眉毛问：“哦，你咋发现不对劲呢？”我死死盯着他，说：“从一开始我就一直怀疑唐三藏。”我回忆起之前所有片段，接着说：“怪谈规则不会无缘无故降临，如果世界被污染，那一定有真正污染源。”我一直在想，这些规则制定者是谁？为啥制定这些规则？后者我不知道，但前者我有个猜测。我初次来到这个世界，脖子上人头骷髅告诉我规则，那时我就怀疑这人头骷髅。我清楚记得原著写过，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，尽沉水底。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，唯有9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，再不能沉。我以为义务将锁儿穿在一处，闲时拿来玩耍。也就是说，我脖子上这些人头骷髅全是金蝉子转世。换而言之，这些规则是唐三藏告诉我的。他抬眼看向我，又说：“仅仅如此。”我摇摇头，继续解释道：“并非如此。在大唐，经书又给我一道提示，规
规则中有一句假话，我拿不准假话是哪个，所以唯有赌命。我放下担子后，发现里面是唐三藏的头颅，而你又告诉我自己没被污染，那时我就知道哪句话是假的了。到达灵山之前，世界上只有一位佛，这句话是假的，因为我的担子里有颗头颅，一颗圣僧的头颅，所以这一路以来，灵山之前一直有2位佛。我一直没把自己算在内，直到李世民提醒我，叫我金身罗汉，我才知道真经已取完，所以我也算一位佛。但通过李世民的话，我感到一丝不对劲。这个世界里，唐三藏似乎一直在抹去自己存在的痕迹，让别人发现不了他，所以我开始怀疑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唐三藏。唐僧、沙僧、两僧两佛，没疯掉的2尊佛陀，也就说明无论任何时间，你永远都不能放下肩上挑的担子，但不要去探究里面装着什么。这条规则是真的，因为我一旦放下担子，就会放出你，而你会杀掉我，这就是违反规则的惩罚。我说完，直直盯着他，他沉默片刻，随后哈哈大笑起来。好啊，那你既然知道自己违反了规则，接下来你又咋办呢？他下身慢慢动起来，大雷音寺里那个假唐僧破碎的血肉飞到半空，组合到一起，成为他新的身体。他轻轻向前走一步，这一路上的高大僧人其实是我的肉身，而我的头颅一直藏在担子里，看着你在规则下的一举一动。我拿起一旁的剔骨刀，说：为啥要这么做？他无所谓的摆了摆手，说：世界已经崩塌，唯有新的规则才能撑起一个崭新的世界。我们的3界被诡异存在入侵了，为了救世，悟空和八戒杀了我，让我成为超脱3界的存在。所以悟空和八戒疯了，把那种诡异带给天庭与灵山，将所有人吞噬殆尽，造成仙佛消失。到最后，只有我才能对抗入侵3界的诡异。为了对抗那东西，我制定了规则，但由于我长时间处于被污染的边缘，诡异还是入侵了我的脑子，所以我制定的规则开始崩坏，世界开始崩坏。直到后来，每条规则都需要有人去执行，才能真正成为支撑这个世界的支柱。但3界众生已经全部感染，所以他们意识不到规则的存在，所以必须要有没被感染的存在出现，并履行这些规则，世界才不会崩坏。而除此之外，这个怪谈世界如果想真正形成，就必须杀掉那诡异入侵的来源。满足这2个条件，3界才不会消失，众生才能苟活下来。而我在此方世界终于找到了那诡异入侵的来源，那就是你。我指了指自己，我。他点点头，随后说：不是沙悟净，而是真正的你。在你变成沙悟净之前，你是谁？你的记忆是啥？说到这，我的头开始剧烈疼起来，一些模糊的回忆出现在脑海里。我是谁？我感到大脑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，我捂着脑袋，痛苦地趴在地上。现在只要我杀了你，世界就会趋于正常。他缓缓抬起双手，随着他的动作，我听到无数个声音在我脑海里炸裂开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镇元子、观音菩萨，还有沙悟净，他们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般杀死。唐三藏冷冷地看着我，说：事到如今，你必死无疑。我挣扎着站起身，最后缓缓稳住身形。唐三藏怜悯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你没必要挣扎。我的眼前已被鲜血替代，再也看不清任何东西，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笑出了声。你笑啥？唐三藏问道。我终于明白了最后一条规则，找到真经，那是解决一切的关键。我一直理解错了，真经不是经书，不是任何文字。西天取经已经取过了，所谓的真经就是西行14年沾染的佛性。真经就是你唐三藏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把我引入这具身体里来。你还没发现吗？即使世界被规则占领，但它仍然不会违背最开始的设定。在西游的基本设定里，我是沙僧，我吃了9世的取经人。按照常理来说，这一世你应当带我与其余几人上西天取经，最后武圣成真西天封佛。但你没有，你更改了自己的命运，抹去了自己的存在，让世界默认为唐三藏死在了双叉岭。所以现在的你在沙僧眼里与第9世的取经人没有任何区别，这就是你的弱点。说完，我张开嘴巴，一股无法抵抗的力量出现，瞬间将唐三藏吸入腹中。他拼尽全力抗拒，却最终无法抵抗，被我生生吞掉了。随后整个世界天旋地转，一切开始陷入时间的停滞。唐三藏消失了，沙悟净也消失了。再度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趴在电脑桌前，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脑袋隐隐作痛，所有事情逐渐清晰。1个月前，
我受邀参与开发游戏《暗黑西游》的设定。我按《西游记》原著将游戏细节100%还原，创造出真正的西游世界，然后在原著基础上修改，让原本正常的西游世界变得暗黑、恐怖、嗜血。我设定孙悟空生吞6耳猕猴，强制2人融合，也设定猪八戒屠戮高老庄，杀光所有人，天庭尽毁，灵山死寂。在万寿山武装观，我设计了游戏中期的异化角色镇元子，让其与人参果树融为一体，变成怪物。这一切都是为让游戏更贴合暗黑主题，把西游世界变成恐怖世界。但为尊重原著，我保留了西游中一些经典基本元素。奇怪的是，敲代码时我总忘记唐三藏这角色，仿佛有人刻意抹去他的存在，让我想不起来。不过这没啥大碍，我还是完成了完美更改《西游记》的游戏《暗黑西游》。某天晚上，我检查设计好的游戏，却意外发现多了几个无法删掉的奇怪代码。代码如下：世界已被诡异入侵，唐僧师徒同样已经变异，若想活命，请遵守以下规则：不要相信猪八戒的话，世界上不存在高老庄，孙悟空是假的，如果发现他长出6个耳朵，请迅速远离，不要与他对视。当唐僧说出化缘时，请赶快砍下身上的血肉，放到钵盂里，不要犹豫。夜幕降临时，白龙马的身上会长出脓包，切勿触碰到他的皮肤，不要被任何人发现你的真实身份，不得拒绝2位师兄的请求。西行路上并没有妖这种东西，你所见到的妖都不是真的。无论任何时间，你永远都不能放下肩上挑的担子，但不要去探究里面装着什么。抵达灵山之前，世界上只存在一位佛，找到真经，那是破解一切的关键。我删这些数据时，心脏一阵痉挛，随后在电脑桌前直挺挺倒下。再后来，就是身处西游怪谈世界的那段记忆。我摸摸腹部，心中升起疑问，那些经历到底是真的还是一场梦呢？我不知道。最后关头，我利用沙悟净的身体，从设定上战胜了怪谈规则的制定者唐三藏。但这一切真就这么轻松吗？唐三藏设计这么久，就这么轻易被战胜了？我摇摇头，不再想这些。再度检查一遍游戏后，我满意的点点头，随即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我站在新闻发布会现场，面对台下众多记者和摄影师，我将《暗黑西游》投放在大屏幕上讲解。奇怪的是，打开游戏时，上面的名字不知为何自动变成了西游规则怪谈，原本好好的游戏内容也全部消失。大屏幕上，一个面若冠玉、头戴毗卢帽的头颅渐渐露出轮廓，他面向台下所有人咧嘴笑道：欢迎来到西游怪谈世界，请遵守以下规则。